过节了，亲朋好友送来的甲鱼，我们怎样去宰杀呢？宰杀完成以后，我们怎样才能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到底是红烧好吃还是炖汤好吃？今天呢，我们跟随着视频学习甲鱼的宰杀与红烧。专业厨师，专业技术。大家好，我是唐光灿。今天呢，花450元买了一只5斤重的甲鱼。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解甲鱼的宰杀。野生甲鱼的咬合力以行动能力特别强，在宰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被它咬到手。正确的方法呢是先将它翻一个跟头，它会立即去伸出脖子。这只甲鱼的底盘太大了，它已经翻不过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多尝试几次，让它把脖子伸起来，直到它没有力气伸出脖子为止。当我们再一次的把它翻过来之后，它的头已经不伸出来了，这样就说明它已经累了。那么我们就把它拿起来腾空，用一个鲜艳的毛巾去逗它伸出脖子，然后直接用毛巾包住它的脖子，用力的向外拽。随后呢，我们选一把快刀对准它脖子的下方中间的位置，用力的割，将它的气管割断，并喷溅出鲜血。那么接下来我会在很多地方打上马赛克，因为只有这样平台才会让你们看到。那么我们先简单的将甲鱼的血放干净。为了防止后期在宰杀的时候甲鱼的爪子呢会抓伤我们先用剪刀将它的所有指甲全部剪掉。好，那这些步骤全部处理完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来开膛破肚。工具呢，我们选用一把剪刀，从它的尾巴下端用一个单叶刀片插进去之后向内剪，先向单侧去剪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最薄弱的，沿着它的腿的下方啊一直向前剪。当我们剪到腿部上方有一块横向的骨头，这个时候呢已经剪不动了。大家看一下，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已经剪不动了。那么我们就翻一面去避开这个位置，也就是让甲鱼翻一个跟头，从它的甲鱼壳，也就是正面去剪。正面的这个地方呢是裙边，这样呢就非常好剪了。单面呢就是把它剪到上端腿部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我们甲鱼的单面呢就剪开了，另一面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这样一来，甲鱼的肚膛呢就被剪开了。我们掀开上壳，内脏呢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内脏的部位呢，我们肯定是要打马赛克的，要不然呢这个视频就播放不出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它的所有内脏都不要，包括胆。有的人说甲鱼的胆是好的啊，我们也不要。还有的说甲鱼的肠子可以吃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因为这样花费的时间太长了。总之呢，我们把甲鱼内脏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把它抠除掉，一定要全部把它清理干净。我手里的这只甲鱼呢是公的，没有蛋。如果是母甲鱼里面有蛋的话呢，这个甲鱼蛋可以留着吃，别的都不要。内脏全部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次把它清洗干净。打开来看以后呢，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黄色的油。这个黄色的油呢，一定要把它清理掉。为什么说甲鱼的油不能吃呢？因为甲鱼的油特别的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点火起锅烧水。这一步呢，我们来给甲鱼烫皮。因为宰杀好的甲鱼呢，它表面有一层膜，这个膜不能吃。锅中的凉水，我们开大火，迅速的将它烧热烧开。当我们锅中的水呢烧至到80度左右呢就可以了。我们将甲鱼呢放在水中去烫至15秒左右。同样呢是将它翻过来，再次烫15秒啊，也就是说每一面呢都要烫至15秒。烫制的时间呢根据甲鱼的大小呢来判断来决定。这只甲鱼呢比较大，我们烫制的时间呢就稍微长一点，15秒。烫完之后呢，这上面的一层这个膜就直接可以撕下来了。烫制的时间和这个温度呢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哪一样没有达到或者是超过了都会给我们这一步骤呢带来一些困扰。包括甲鱼的4只脚，还有尾巴、头部全部都把它去除掉。包括甲鱼背部壳上面呢也是有的像这样呢用手一接呢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揭下来了。那么我们处理好甲鱼膜之后呢，它的颜色呢就会慢慢的变浅了啊。下一步呢，我们来去除这个甲鱼内部的一些黄油。再次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黄油一定要去除掉。你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它在里面会影响这个整个菜肴的一个口味，非常的腥。先用剪刀呢将肉眼所见的一些黄油呢全部把它清理掉，剪掉。等一下呢，还有脖子部位呢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等一下剁碎之后呢再去处理。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甲鱼呢就初步已经处理完成了。如果选择是整只炖汤呢，这样就可以直接去炖汤了，已经处理的特别干净了。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的做法，是需要分割的。下面呢就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甲鱼的分割。先是一刀将头部去除，然后分割成2到3段根据甲鱼的脖子的长短。甲鱼的头部呢也是可以吃的，我们将它的鼻尖去除就可以了。下一步呢，将甲鱼壳与底盘分开，然后去除不能吃的尾巴，因为甲鱼的尾巴呢特别的腥臭。去除完甲鱼的尾巴之后呢，这只甲鱼呢是公的，我们要把它的生殖器也是去除掉当然呢有洗饭的可以留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喜爱将它粘成碎块呢就可以了。不管你是粘成和麻酱差不多大小的，还是和扑克牌一样的都可以，只要是差不多大呢都行。甲鱼的壳比较硬，我们将它1分为4就可以了。在剁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刀的后跟去剁，这样呢不仅可以有效的发力将它剁碎，而且更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刀具。甲鱼剁好之后呢，我们再次点火起锅烧水，锅中呢加入足量的清水。这一步呢，我们来给甲鱼焯水。冷水下锅焯水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而直接冷水将这个甲鱼肉全部加进去之后呢，下一步我们点火起锅，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当锅中的水分烧开以后呢，会有大量的糊沫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煮至1分钟，就将它全部捞出，放在一旁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再用清水将上面的所有糊沫清洗干净。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将糊沫全部清洗干净。当我们用清水清理干净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的去挑拣甲鱼上面的黄油，这是刚才甲鱼颈尖处没有露出来的黄油，一定要再次把它清理干净。还要顺便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掉的甲鱼黏膜。总之我们自己吃的东西呢，一定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家看一下这里处理好的甲鱼肉，不管你是炖汤还是红烧呢，都非常的放心好吃。甲鱼处理好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来红烧。首先呢，我们开火，先将锅烧热，热锅中加入凉油，随后不停的转动热锅，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当锅中的热油烧至冒烟的时候呢，我们将提前切好的猪肉块加入锅中，一定要选用肥期瘦三的五花肉。加入五花肉的目的呢，是炒出猪油，增加肉香味，让我们做出来的红烧甲鱼肉不是特别的寡淡。加入五花肉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不停的煸炒一定要将它炒透、炒熟、炒香，将里面的猪油全部把它卤出来，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煸炒，大约炒至2分钟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提前准备好的蒜头，再次不停的煸炒，将蒜头呢炒至金黄虎皮状。加蒜头的目的呢是增加蒜香味儿，再用小火慢慢的炒至大约1分钟呢，这个蒜呢它就炒成了这种金黄的虎皮状态了，这样呢就可以了。下一步呢，我们加入提前切好的葱姜，再次呢简单的煸炒一下就可以了，让葱姜的香味呢炒出来。其次呢，我们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八角、花椒，再次的翻炒，让八角、花椒呢均匀受热，并且呢炒出香味儿。大概呢4-5秒钟，我们将处理好的甲鱼肉倒入锅中，再次翻炒，让甲鱼肉均匀的受热，并且全部裹满猪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调味儿，先加入生抽。加入生抽的目的呢是增加底味的效果，1勺半，大约呢40克左右。加入1小勺的蚝油，不仅可以增加底味，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烧出来的汤汁呢变得粘稠。1勺呢大约25克左右。其次呢，我们需要用到海鲜酱，也是和蚝油一样1勺。加入的目的呢是增加颜色，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海鲜酱呢，它烧出来的颜色呢是比较红润的。最后呢，我们再加入约10克左右的老抽来调味增色。顺锅边呢来点老醋去腥。所有的调料加进之后呢，我们用勺子不停的翻炒，将这个酱汁的香味呢把它炒出来。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锅中的颜色这是奠定了我们出锅时候的颜色。看到这里，有的同学会问为什么不加盐？因为我们加入的所有酱汁和这个生抽、老抽都是含有盐的。后期呢，我们还需要加入这个味精和鸡精呢，也是都有盐的。如果加盐的话呢，肯定咸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加入清水。这个清水的量呢和这个甲鱼保持一平。下入干辣椒，增加辣度。辣椒呢不能放在里面炒，直接加进去呢会比较凸显出辣味。能吃辣的多放不能吃辣的少放。最后呢，再来1小把的黑胡椒碎，
大概呢2-3克的就可以了，也是起到增香去腥的效果哦。最后呢再来1小勺的白糖，大概2-3克，中和酱油咸味的同时也有提鲜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盖上锅盖，用中小火呢烧至12分钟。12分钟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将里面的葱姜、八角、花椒还有干辣椒呢全部挑拣出来不要，这样呢会使我们成品的菜品呢更加有食欲，看起来呢不会乱七八糟的。挑拣干净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尝一下锅中的汤汁，一定不能咸稍微有一点味道就可以了，因为汤汁还有这么多，烧干以后呢汤汁会更浓。下来呢，我们加入大约10克的鸡精，调味增鲜。不喜欢呢也可以不放，没有的也可以用味精来代替。当锅中的汤汁呢已经快要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切好的青红辣椒，增加颜色的同时还有增加清香味的效果。大约5-6秒钟断生即可以出锅装盘上桌使用。每一次的长视频制作都不容易，需要你们的点赞、关注、支持。喜欢我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键，强烈推荐此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在这里呢，先行拜谢。今天就是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谢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